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蔡宜瑜，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今天全国的瞩目的焦点，当然在政坛上面就是柯文哲柯前主席。那今天到底这个庭，那完了以后会不会交保 ？OK， 好，那当然今天整个过程当中，你在媒体上大概也看到，当然对陈佩女士来讲的话，每一次可能都是一个会看到那个场面，那。对柯文哲前主席出来啊，包括求证押出来到开庭的过程，大概对他都是一个心碎的一个过程。那包括柯文哲今天在庭上也讲了一些慷慨陈词的一些地方。最后审判长当然裁定说今天不会做任何一个决定，但是在10月以前总是要做一个决定吧。那什么是合法适当的一个时辰？而今天在所有开庭的过程，来一战是。两边之间的攻防，因为大家都在关心柯文哲前主席今天，那等到今天这个严庭开完以后，到底会不会交保？这对未来国内的政坛一定都有影响嘛？对，而且今天的羁押庭叫做挤出来的羁押庭啊，对，因为10月1号才会作为羁押到期嘛。为什么到9月？9月初而已啊，还有1个月的时间，为什么急着在今天啊开这个羁押庭？其实我觉得北院从头到尾哈，其实北院在过去就曾经交保过2次柯文哲，一次3000万，一次7000万嘛。那柯文哲啊3000万还是那个黄国昌的老婆拖过去的，所以他之前曾经交保过柯文哲啊，所以这一次的羁押庭，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10月1号是否交保的理由，我今天我就要准备好。所以他在一开庭之前呢，就说你们不要把之前的开庭的状况当成羁押理由啊，你们也要把今天之后到10月1号之前这些所有的状况，你们要预拟过一遍。如果这些状况是否变成是羁押理由，表示如果你们预测之后如果没有羁押标啊，我就会放出来了。所以检察官当然会说，我有必要羁押3大理由嘛。第一个就是有重要的证人还没有做交叉诘问嘛，包含沈庆金、包含应晓薇、包含李文忠嘛，这些还要进行交叉诘问。这比较简单，法院就说那我就安排庭讯，来让这个加速这个庭讯的进行。柯文哲你也不要一直拖啊，那直接把这3个人叫过来进行庭讯，证据巩固之后，这个理由就会消失嘛。另外就是你脸书涂卡攻击证人啊，试图要翻供这件事情，这是最严重的，因为你今天庭讯完，你马上你的脸书又发了一篇，而且还讲到彭正生，讲到彭正生的时候，又说彭正生，我柯文哲从来没有指示过彭正生啊，这不叫串供，什么叫串供？这不是叫压迫证人，什么叫做压迫证人？所以未来这个庭讯的1个月的时间，如果你柯文哲这些民众党的小编啊，或者是你们持续用图卡去攻击证人，去做串证灭证的动作的时候，都会变成检察官羁押的理由。所以我还是奉劝民众党，如果你们真的要让阿北放出来，你们未来脸书就少发一些哦。另外就是橘子未到案嘛，当然它叫做重要的共犯，共犯如果未到案，是不是形成一个羁押理由？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法官其实已经有他的一个心证。为什么呢？因为 Excel 档里面的13位里面有12位已经证明了1500是金钱嘛，那我要不要等橘子回来才能证明1500是金钱？不用啊，我已经不需要橘子回来才能够证明这 Excel 档的1500小审是金钱的话，那橘子永远不回来，难道我法官就永远不判案吗？所以橘子回不回来，已经没办法形成法官判不判案的标准的时候，也会变成是不是羁押的重要理由嘛？所以这3点里面所谓的检察官提出的羁押的重要理由，大概都已经会被法官裁定交保的想法都已经出来了哦。所以庭讯的安排，包含橘子，包含这个脸书的攻击，假设民众党未来都可以，柯文哲的律师都可以遵照着检察官他们的质疑点来做一个修正的话，法官裁定交保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了。那法官如果裁定交保，未来检察官会不会抗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嘛。那抗告就高院，高院又要打回来。另外有可能就是我说我另案羁押嘛，假设检察官真的要去羁押柯文哲了，就会有另案羁押的问题。那另案羁押的问题就要谈到陈
佩琪的脸书了，因为最有可能令安羁押跟金华城案跟这些所谓的公益侵占罪有关的，就是金钱的去向的问题。那金钱的去向的问题，现在整个检察官叫做另案侦办嘛，侦办所谓的陈佩琪的财产来源不明罪。所以陈佩琪除了今天当然会哭诉，我们都可以同情陈佩琪，因为老公不在，他的哭诉。但是他昨天的脸书其实已经泄露一些迹象，就是怕如果未来侦办所谓的财产来源不明罪，那会不会柯文哲因此而没办法做所谓的交保的动作？所以他昨天在所谓的发文里面，他讲我笨没有罪啊，我什么都忘记了笨当然没有罪，但是说谎有罪哦。所以他现在在所谓的财产来源不明罪，他是证人，证人是不能做伪证的，所以他说我笨，所以我避开了，我忘记了去避开了做伪证的这件事情嘛。另外他说我记忆力很聪明啊，记忆力非常好啊，所以庭讯里面或者是检察官侦讯的时候，他前一篇脸书不是写说我可以逐字稿写出来吗？他说因为我记忆力很好，因为如果记忆力不好，你偷录音那叫妨碍秘密罪嘛。所以陈佩琪除了害怕柯文哲继续被羁押之外，他当然也害怕自己有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问题，自己有没有伪证罪的问题，自己有没有妨碍秘密的问题嘛。所以他是既笨但是记忆力又好，这两个好像不太矛盾，好像又有矛盾。反正他就是又笨然后又记忆力不好因为笨跟记忆力好都没有所谓的罪其他的3项都有罪所以陈佩琪的这些发文，当然是为了救她老公，让她老公可以交保出来，同时也为了自己洗白自己的财产来源不明罪，洗白自己我有可能的伪证罪跟所谓的这个妨碍秘密罪的问题。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当然，其实我不知道陈佩琪，因为陈佩琪是最近的一些发文，尤其是前2天那篇引起大家很多一些的讨论，会不会未来还会有另案侦办的一些问题？但是因为易瑜本身也是律师出身，律师最烦的一段呢是检察官如果办案的时候，先把好啦，就涉嫌人或被告，然后先用证人传。那是我们觉得最烦的一件事，因为用证人传是没有律师在场，对，证人又有伪证罪的问题，所以他问的东西呢，你都要照实讲，然后等到问完以后，他就跟你说，你当庭证人转被告，你现在可以等找律师来，那等到律师进去，你刚刚前面该问你都问的差不多了，那我进去是要去干什么？对啊，要去做什么这些东西？好，陈佩琪会有这样一些，会不会未来有另案侦办？可是他最近的情绪，大家是可以体谅啦，因为看到柯文哲前主席这样。但对柯文哲主席这个站，刚才易善有讲说，那个庭像今天的这个庭呢是挤出来的，因为媒体上讲说本来是彭震他们的问的那个案子因为比较早结束，我可以跟各位讲，他就算他是挤出来的，但是只能说柯文哲的律师是尽到律师的一个职责，当律师的只要当事人在押，我3、5天我就想跟你说，你可不可以开一个交保庭，好不好？我觉得该问的都问完了，麻烦一下，你要不要开一个？我希望能够交保庭押。只要有这样的空档，所以这次也是他们的律师也提出了希望交保庭押。所以在今天这个过程，来宇你自己看，中间这出现的所有这些，因为审判长直接讲了，柯文哲跟易小维是不是延长羁押跟申请拒保庭押，这个裁定呢，依照诉讼审理状况，合法而且适当的时间他会裁定，他不一定会在今天裁。好，那大家就在等他什么时候裁，因为他这一押的时间到10月初嘛，所以在那以前理论上他都可以。可是我也不认为他会等到这么久，但是中间会牵扯到的是什么？会牵扯到的，第一个，陈佩琪今天的情绪当然高，他冲到法院的囚车道，瘫坐在那边喊说柯文哲到底犯了什么罪？这个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压他？检方刚所讲的那易善有讲，第一个，那每一次你开完庭，你的脸书就 PO 了这些，对于证人会不会有压力？另外，检方认为重要的证人还没有结问完毕，检察官表示说，所有的证人结完毕以前，他觉得都有羁押的必要。柯文哲跟易小维2个人目前羁押到10月1号，北岳2号以后，那包括2号、16号、21号陆续传唤黄锦茂、柯文哲、连金富、张高翔、范优伟、黄珊珊、吴顺明、梁秀菊这些人作证。他认为涉及到重要，好，那就让法院来认为说这些证人重不重要？你的看法会是怎么样？柯文哲呢，今天直接讲，他被押了1年，他陈佩琪3个子女李文忠、李文娟、秘书助理、党职高层都被抄家。你们到底查到了什么？民进党没有想到，民众党这么穷，那么干净，因为干所以净，因为清所以白。你们搞错了，没有这么多坏人。谈到彭震生，难掩情绪，掩面哭泣。他看到他问不出口，他想要问说，
需要把人家搞到这样家破人亡吗？柯文哲提到金华城，李文忠跟金华城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因为回复了一封政治圈的东西，然后罗织罪名，囚刑10年，关了11个月。台湾民主化30年，还有这样的冤狱吗？这些所有的一切，来源你自己当过律师出身，怎么看？如果我们去细部的去看整个开庭的一个程序，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说，柯文哲的这一个今天这样的一个羁押庭，与其说他挤出来的，还不如说他已经进入到了整个一个就是诘问证人的程序到了一个尾声，到了尾声之后，那当然如果以羁押的必要性，因为很多证人已经都陆续来作证了，所以他串供之余的必要性就已经相对的下降很多。那当然就没有羁押的必要，那没有羁押必要就是得要释放嘛。那如果你按照刑事诉讼法108条或者是诉审法的第5条，基本上你在羁押在这个起诉后继续羁押。第一次3个月，然后可以再延长6次，那一次2个月，就是最多是15个月。那也就是说，柯文哲你再怎么压也只剩3个月的时间。那你就是2个月的话，下一次就是10月1号，所以大概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去切，然后你去看现在这个地院要传的证人，你包括黄锦茂啦、黄珊珊啦。我看起来这些证人是属于辩方要传唤的证人，就是柯文哲方要传的。那检察官要传的大概问完了。检察官希望传的，包括说 Excel 的相关人等包括说在当时的一些同案的被告那彭正生类似这样的，就是检察官要传的大概传完了。就检察官要传的大概传完了，所以相对起来这部分，检察官既然认为他要传的证人都传完了，那也就是说，串证的这一个环节快要结束了，快要没有了。所以检察官法院今天开的这一个羁押的一个审理庭，外判端呐，这个解除羁押的。可能几率高，几率非常的高，所以大概外界也开始在说，柯文哲大概快要出来了，事实上以时间而言也是快要到的啦，那在过去大概北院都是这样的调性啦，以前陈水扁开庭后就起诉后也是被羁押，那他也是在一审的审理，到了诘问证人。已经结束后，他也是就是先释放，那只是说陈水扁当时因为有蛮多案的他有不同的案先行定验。然后定验后又再进去那就是执行。因为好像是龙潭的那个案子，因为已经定验嘛，先定验，所以他就他那个就等于是真的已经到监狱去，不是看守所了。但是以陈水扁当时也是有羁押，就是证人诘问程序结束后，然后结束羁押这一段。所以大概北院在于一个。他们在于这个审理程序这样看起来，基本上还是在刑事诉讼法的一个范围，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说这中间是不是对柯文哲有任何比较不公平的待遇。我认为基本上有这样的状况，但是站在柯文哲或者陈佩琪他们当然会很多的不满嘛，因为他们认为说阿伯这样被压了超过365天，这样是很久的时间，基本上。压这么久我老实讲，对我来讲，我也干嘛讲嘛压了一段期间了，也事实上应该交保了应该要交保了。那当然就是还是要尊重整个审理的一个进度。那你现在看起来，如果检方的证人检方希望传的都已经传了我干嘛交保的机会很大，而且我判断也不是只有我觉得很大而已啦，大概我觉得整个民众党也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你看最近黄国昌不管是在走读的行动，实际上动作都很大嘛，这些动作把动作做得这么大，基本上黄国昌也可以达到说他有在柯文哲要出来前，基本上他有一种迎王师就是说我黄国昌我努力的在替柯文哲呼喊说要释放阿伯。那释放阿伯这件事情看起来会被实现，那黄国昌就成就了他有好好的去帮助柯前主席的一个这个善功就有了也许柯主席出来后会说，黄主席黄国昌这个救驾有功，我把2年条款就取消了，有可能，但我不知道，不要做这样的衍生是比较是多衍生但是看起来就是说大家对于柯文哲。
羁押到现在，然后整个审理程序已经进入到了这一个诘问证人的末端，那接下来就是这一个辩论啦、辩护啦，就直接就两边辩护的程序了。所以在这个程序就没有证人的因素存在。那我判断起来，柯文哲快要出来的机会是真的很高。OK， 让观众朋友知道，因为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不是在检方那个时候不是已经查了很久，把这些全部都查，证人传了这么多。为什么现在还要再搞一下这些东西？没有，那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况。检方那个地方，检方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诉的过程的时候，他查的所有这些起诉不代表有罪，而你问过所有东西，对法院来讲，我法院都没听过，所以这些人全部都要再来一次，到法院，然后经过交互诘问以后，这些人讲的话才能在法院里面做证词。OK， 你在检方那些讲的，不是在我法院讲的这一块。基本上，所以要在法院落下所有这些。刚才玉有讲说，因为诉讼是这样子，一开始以后，然后双方包括要传的证人啊，要提的证据，全部都提出来，然后大家全部都筛完以后，好，那一边譬如说是检方提的传的证人，那检方就主诘问完以后，这边再那反诘问，然后这边再诘问以后，法院再来问一个证人就要问非常久，所以这个案子一路审到现在，其实速度。包括法院排的时间速度算是快，就一路这样。显然大家都觉得说，像这样社会瞩目的案子，你不需要去拖这些。可是再怎么快，因为证人非常多，而现在的关键点就在剩下到10月刚才列出来的这些证人。对辩方来讲的话，这些不算是重要证人吧？最重要几个你都问完了，那是不是应该就可以让他交保？好，那检方这个地方就觉得当然是重要证人。那未来包括法院在今天开完以后会怎么做裁？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就牵扯到，好，那你看到包括陈佩群女士也有发文，那包括柯文哲今天在庭上也有提出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但是刚才讲到说，如果于一个自己曾经职业律师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博宇蓝营呢？蓝营现在对于这个过程，因为包括今天看到连郝龙斌是不是有可能要角逐党主席？但是他也发了一个文，因为大家本来一直都讲，郝龙斌跟柯文哲之间在台之光那个案子的时候，是不是中间有一个包括你的母约、我的子约，中间曾经有杠过？但是郝龙斌今天也发文讲说，他跟蓝营的态度基本上一样。我在节目也有讲过，观众朋友你会仔细看，蓝营跟白营针对柯文哲主席的说法，还是有这么一点点不同。蓝营是说。不要再压了吧，对，你要就给他公平审判的机会。白银的主张是清清白白，没错，对吧？没错，是这样。那蓝营现在看到那这个庭走到这呢？我觉得蓝白的想法就某方面而言相同，希望柯文哲市长能够尽快的先出来 ，OK， 不要再被压在里面，这是一样的。但柯文哲本身到底有没有罪？蓝白想法是不一样的。蓝营是尊重司法调查，白营是坚持柯文哲清白无罪。对，那这个是有差距的。但我也必须要讲啦。现在柯文哲放不放，我觉得2个层面来讨论。第一个层面叫司法独立层面，我觉得当然不该放啊，因为很简单，柯文哲被质疑的问题到现在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橘子回来了吗？没有回来。北院认为柯文哲有灭证、勾串、逃亡之余，有没有改变？没改变啊，都一样啊。柯文哲还是天天在发文啊，刚来宾都讲了，所以表示柯文哲还是有串证的问题啊。所以就北院，如果你要司法一致性的话，在所有问题没改变的情况之下，应该要继续压着才对啊！因为你所有之前怀疑的问题，你压他1年的问题，到现在没有任何改变。为什么你这1年如果把它放出来了，那它到底差在哪里？你说那过去这1年的对啊，没错，你前1年都是用同样的理由啊。如果现在把柯文哲放出来，那你北约要解释一下。你是认真要讲这一段？对，这是司法层面。司法层面，所以还有后文，还有后面问的证人应该适度的，就是表示说讲的话都一样，串证啊。对，证人讲的话也都一样。你看每一位来讲都是一样的话。哥已经很清楚了，调查阶段是北检之道，你要让法官知道他需要一定的程序，而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避免嫌犯做串供、跟串证、跟翻供的动作。所以大部分的重要证人如果询问完，法官也都听过，做完记录之后，就很难再做翻供的动作。而我在一审的法官里面就可以做判决嘛，所以没有所谓这个你要把时间点、时间序把它放进来嘛，因为羁押的必要性会随时间而改变嘛。当证词完全巩固之后，我就没有再继续羁押柯文哲的理由嘛，所以你不能说理由都还是一样，理由一样，但是对于法官来讲，理由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我强调了哈。看起来现在要再传的证人是柯文哲的有性证人，也就是他传的，好他传的本来就是会比较
偏向柯文哲的说法。检察官传的看起来是问完的。这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我随便讲一下，现在柯文哲包括他所有传的证人都是第一次传嘛，都传好多次啦，讲的话也都一模一样，好不好？但你现在跟我讲之前的有可能会翻供，现在可能不会再翻供了，所以愿意把柯文哲放出来。那民众接不接受？我没意见了。有些是在法庭第一次传呐，比方说那个以色列党的那一些大老板，那看起来都是现在也没有在传啦，之前传过也没有在传了，因为它不是重点。你现在讲是周围到底认不认为有图利，或者是谁授权的那些人，包括副市长都传了非常多次。我就举彭正生为例，这个拖的时间也不是柯文哲拖啊，也不是法官或检察官拖的，而是彭正生7月本来应该交叉结问的，他拖到9月的原因是因为他上期嘛啊，另外。为什么会再去诘问所谓的彭正生？因为是柯文哲的律师主张不正讯问嘛，所以我必须再把彭正生叫来问一次嘛。如果柯文哲的律师没有主张不正讯问，就不会再去传彭正生一次。所以拖这些相关的羁押的时间是谁？是黄国昌，是柯文哲自己。那如果大家有这种看法，我也会尊重啦。但是至少就让民众看起来。我们觉得柯文哲从被压进去到现在，假设改变了柯文哲羁押的事实，那你必须要告诉我，这1年来你到底变了什么？我觉得法院当然要跟民众讲清楚，要民众觉得，那你真的是压人取供啊？是不是因为现在风向不对了，所以你特意把柯文哲放出来？这东西我觉得北院当然要说清楚讲明白，因为民众都在看。柯文哲现在最有争议的就是刚刚讲了嘛。你们讲了这么多东西，柯文哲自己在庭上都讲过非常多次了，你都问过几百次一样的问题，你到底还要问我几次？我答案永远都没有改变。他就是说他就是没有罪，他什么都不知道。那如果你法官包括检察官想要打脸柯文哲，在这1年多的时间，你有没有提出新的证明、新的证据来让民众认为没错，柯文哲的确有问题，你必须要继续压下去，不然他可能会串供甚至逃亡。法院跟检察官到底有没有提出这种信心给民众嘛？这个我就讲嘛，这是民众观感的问题嘛。你像压了这么久，民众党天天去抗议，结果呢还是一样，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不知道到底他犯的罪实质的证明的物证在哪里。1500讲了1年多了啦，还在讲1500，我已经不管他钱还是时间了。那然后嘞？包括你说其他那些金主们有可能有多少钱，大家也都知道嘛，交钱的交钱，那确定的嘛，包括连金融市场他都确定的，他200就是交钱的嘛。你就是要认定的犯罪所得啊，所以基本上，所以对，他早就认定过了，他就是传的那一些那些大老板去都承认了，这个是钱啊，对，当然都承认了，所以这个不够，那是最近才传的，他不是一开始就之前就传了，之前跟王立林早就已经传了，之前是侦查中，在审理中是最近才传，这个博颖查一下啦。好，没关系，来，我在讲哪里我也忘记了，所以我讲法很单纯。你讲观感了，你已经讲完对，观感。你说就一致性而言，如果你真的放柯文哲，你北院必须要讲出证明来，到底改变了什么，要让民众信服嘛？你不能是故意压人取供，这是不行的。如果你真的放柯文哲，你北院必须要讲出证明来，到底改变了什么，要让民众信服嘛？你不能是故意压人取供，这是不行的。这第二个观感层面的问题，目前民众我相信越来越多人认为，你还压的柯文哲到底是不是政治意图？这个是从民调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整个绿营包括赖总统的民调都大幅的下滑，蓝营的人也越来越多人去支持，觉得该把柯文哲放出来了。所以这种大风向的吹倒之下，到底北院会不会改变他的想法，我不知道。但是不管如何，我觉得。对于法院而言，有他自己专业性，但是相对而言，整个社会的观感你也必须要去顾到，因为本来就社会事就是如此。那接下来，我个人觉得柯文哲被释放出来机会，我觉得是高的。那之前他最高的记录是7000万元交保嘛，那接下来我在猜。他可能会交保，但金额应该会比7000万多一点点。因为如果完全不多的话，就代表了你压柯文哲1年的时间是白压的。我之前压7000万交保，现在压了1年完之后还是7000万交保，好像他并没有特别重的罪啊。所以就观感层面而言，我个人在猜，交保金额会比7000万可能多个1-2000万，但是应该不会到达1亿的这么高的离谱数字。OK， 小玉刚才。博弈在讲，你一直在笑，你到底在笑些什么？不是，我觉得就听他们2个讲，就是一个是有法律的，然后一个就是一般民众的那个啊，因为博弈。就是我是一般民众，真的是一般对，就是一般民众。但是博弈刚才一直强调说，包括民众的观感，或是他说蓝营的支持，也都越来越多人在支持这些，这是整个
整个社会氛围是这样吗？我简单讲一下啦，我觉得博弈有点混淆视听，就是他把侦查庭跟审判庭这个部分一直结合在一起啊。他一直跟你讲说，哇，觉得很久很久很久，可是这个议语委员就是要告诉大家，你前面是侦查庭啊，你同样也是有把邱金章、把陈英柱、把王丽玲这些人叫来，可是这些都是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啊。那现在我们审判庭是重新开始嘛，所以这些人还要重新再讲一遍啊。那当然我也知道这时间很久啊。就是不赶快啊，一个是侦查庭，一个是审判庭啊，所以你就一直要把它全部都 get 周会，就告诉我们很久很久啊，这些人怎样？审判庭很早就可以开了，好不好？只是看你前面有侦查庭，你要起诉啊。他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问了真的太多次了。好，来小玉，刚才好，博弈刚才有提到，第一个是司法层面，第二个是观感层面。其实博弈的字里行间也有这一句话，就是陈佩琪今天讲的，他今天在那个囚车经过的时候，他摊坐呼喊的，他到底犯了什么罪？陈佩琪这句话，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小草，会有很多人讲说，你看看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需要压了这么久，包括柯文哲今天所讲的所有这一大段，不是这还要问吗？这起诉书都告诉你啦，图利、收贿、公益侵占背信啊，不就是4大罪吗？所以你看。好了，那基本上就是说柯文哲陈佩琪今天哭了嘛？柯文哲今天也哭了嘛？两个人都哭了哈。好，但是他这个今天柯文哲，我先从这边开始讲起了啊。柯文哲哭，他的小编马上就帮他发文嘛，把柯文哲延长羁押的这个致辞的片段，哇塞，还全部通通都写出来啊。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他可以马上就这样子直接写出来，对啊，好。对，难道你又带了这个带了一个陈佩琪，他可以记得9成？对啊，好哦，你不能你自己记性不好，你就说大家记性都不好。哦，好 ，OK， 好，那好了，他今天就漏等写了一堆啦哈。那我觉得我针对几个点啊哈，就每个人看的点不一样。第一个，他就说他被押了1年呐，然后我陈佩琪3个子女哦，然后李文忠、李文娟啊，这个都被抄家了。你们到底查到什么？光是第一句话我就非常的不以为然。3个子女被抄家，他3个子女哪有被抄家？他3个子女都在国外读书，他2个小孩在美国，一个可能有说英国、美国，那另外一个柯夫晓不用讲了，他在日本东京地大，然后又有什么吃和牛啦、交女友啦，不是交友网站啊，交女友，然后去荷兰呐，那到环游世界到处玩呢。那如果说你这个叫抄家的话，我觉得真心会让很多人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会对抄家这个词啊。会有这个整个刷新观感有抄家的人可以过这么爽的日子哦。好，那另外他又来了家破人亡，你没有家破人亡，你的小孩是去国外读书，他们要回来都可以回来所以我在讲说，你到底这个在讲什么？你要诉诸以情的话。这个就我觉得很多人就会不以为然，非常不以为然。那另外啦，还有讲说什么，所以干所以净啊，所以干因为干所以净，因为青所以白啊。这个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梗。那另外他既然讲了很多的例子啊，说他在这个牢里面看到了这个底层的一些现象啊，说什么有些人连卡里面都没有钱呐，然后甚至还说他什么朝廷侵犯，他出去了之后所有人都要面壁啊，讲得很细。那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了，这都是他讲的。可是我要讲的是说。他今天讲说他看到很多底层的现象，可是我必须要讲，你有没有听到基层的心声？今天前几天检察官那个林俊廷讲了一段话我觉得柯文哲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只知道底层的心声，你不知道你们基层公务员的心声是什么吗？基层公务员说一个张家琪一个黄淑轩的对话记录啦，这是林俊廷检察官拿出来的，他说。这2个人在讲的时候是说金华城不应该通过但是没办法因为上面不挡硬要施压下来那我们怎么扛呢？如果案子过了，那肯定会一阵的腥风血雨我们答辩状都写不完。那柯文哲，你快乐的去选总统，这是你下面的心声你想要苦民所苦，可是你基层心声你没有听到吗？这是林俊廷检察官他去找了这一段的一个笔录出来好，那回过头来了他这个陈佩琪又开始发签字文了那这个签字文，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他们的夫妻的 SOP 永远都是这样。这个是在这个那个彭正生彭正生本来预期要翻供，后来没有翻供嘛。那没有翻供完之后，这个陈佩琪就这个签字文发文，那前面的 SOP 套路都一样，他前面漏等都要写一堆，要么不是柯文哲的丰功伟业，要么不是他们夫妻的这个感情之深那前面就是开始又在诉诸情感。那下面重点来了，下面我觉得他写越多就大家的疑问越多第一个啦，他说希望大家支持法庭直播啦我们不是就3读通过了吗？民众党提案3读通过，不是法庭直播吗？所以这个有什么好？这个你有什么好写的？然后另外啦，他讲说什么这个柯文哲都还是一样强调柯文哲都不知情
啦，然后就说因为当时是在疫情期间，所以他一直讲说他自己完全不知情，然后公展后没有在追踪进展。可是不是啊？你看，就即便在疫情，我去查了2020的时候，你还是有给2张的那个什么一个便利贴啦，一个公文给彭正生啊，上面就写说什么公务员不犯罪为原则啊，那写给彭正生的是说什么金华城应该已经对容积率死心啦，然后所以这个你就是赶快让他过什么什么之类的嘛，行政流程加速啊，你怎么会不知情？你都还在下条子哎，你怎么会不知情？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讲不清楚。好，那我们再来了哈，再来你看哦，他就讲说检察官呐，好，又把他叫去问，说你是不是有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他反问啊，陈佩琪反问就说检察官你是不是有监听到索贿的录音带，或是拍到有黑袋子入而没有出？好，那很多人就在质疑说啊，黑袋子我们从来没有提过什么黑袋子啊，那怎么不是白袋子、花袋子、红袋子，你就写了一个黑袋子呢？阿里路贡，这个大家疑问又更多嘛哈。然后再来他又写到说检人叫他交出手机啦哈，那甚至还用他的手机去打给那个桂俊杰，就是那个4300万商办的那个房客嘛，那导致那个桂俊杰说他什么忧郁症发作，所以他就拒缴房租，然后连房子都不归还嘛。忧郁症不缴房租，其实这跟案情有什么关系啊？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一段，这个，就是说这跟金华城本案就完全无关啊。好，那最后一个啦哈，他讲到说这个检察官有问他，就是问他那个账册的问题嘛哈，就说你不是开了很多的户头吗？然后他说哪一个帮小孩开的户头，哪一个是小孩工作后自己开的？他小孩哪有工作啊？他小孩全部都在读书，哪有工作？他答不出来啦，好，所以检察官认为他很笨。这个不是笨不笨的问题，这个很多人都在质疑说，陈佩琪，你每次要救丈夫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我是医生哎，我很聪明哎，然后问到你敏感账户的问题，哦，我很笨哦，我都不知道，我答不出来。所以你到底是笨还是你是聪明？那其实大家更质疑的是说，哇，你们家有这么多的户头哦，户头多到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开的哦，然后什么作用，什么户头，我就觉得这个也是匪夷所思啊。最后一个啦哈，他就这个是橘子的部分啦，就讲说什么有人看到6000万到3亿的现金啊，你从头到尾这个其实就是橘子的男朋友说的嘛。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是栽赃的话啊，其实你通篇你也没讲橘子啊，你就叫橘子回来就好啦，最简单的。那还有一个重中之重的部分，也是今天大家讨论的部分啦哈，就说啊他在讲说说这个 ATM 理财术啦哈，那就说他很倒霉，就刚好在3月18号这个便当会。这个前后他就是 ATM 就是把钱存入小孩的户头哈。那他说了，这样说就是我拿金华城或者是议员的汇款去存入，哇，这条更不得了嘞，好。我们从来都没有讲过议员哦，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说是议员的汇款。你说金华城210万那个还有可能啊哈，但是议员的汇款从来都没有人讲过，除了应小薇之外，没有人讲过有任何议员跟金华城有关系。那现在应小薇也在拼交保那你这句话如果不是指应小薇，你不知道应小薇害惨了吗？还是你说还有其他的议员？所以我觉得他写越多反而是那个漏洞。他两件事啊，第一个你更凸显了你的财产来源不明，这件事情都还没有起诉哦。第二个你可能还涉嫌洗钱罪哦。所以你不要为了脱罪，好帮你老公脱罪，你现在把更大的火往自己身上引。姚明，因为看守所会直接跟被羁押的人那会有一些的接触，那个情绪大概是可以理解那个情绪，所以柯文哲好压了1年。那个情绪上，包括今天应小薇今天要求交保的过程，说他希望能够照顾他100岁的妈妈，他每天抓一只蟑螂去放生啦，类似像这些。那柯文哲相对来讲不一样，柯文哲这2天在媒体上呢都用媒体形容是慷慨陈词，所以你注意到他这里面除了讲这些以外，他甚或直接讲的是民进党没想到民众党那么穷那么干净，他直指民进党这些。那有很多人讲说柯文哲压到现在，但是看到柯文哲现在的状况，觉得因为有些人以为会越压越威或什么什么，但柯文哲其实并没有。他每次在庭上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想到那股怨、那股怒，所有的这些，而这里头所出现的，除了在交保这一块法院要裁以外，它跟国内未来的政治的发展一定都会有影响。你自己在看守所当过替代役，你看到这些人的情绪，包括今天看到在交保这个庭。柯文哲跟应小文所讲这些，你的看法是什么？包括今天看到在交保这个庭，柯文哲跟应小文所讲这些，你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我先把柯主席应该说前主席，对啊，
他在今天他描述的有一段，对，我觉得要讲给大家听啊。为什么要解释这一段呢？是因为不要让那个看守所里面的所谓的管理员被误解。他讲说他是好像朝廷钦差要犯，然后呢，每次他要出去的时候，其他人还要回避什么？不，那个是那个受刑人如果我们的门要打开就是说那个设防的门如果要开。要带人出来有一个 SOP，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独居，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呢，如果你今天有室友你有狱友，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怕门在开的时候，如果里面有人冲出来，那通常去开门，通常顶多2个人啦，所以怕有意外，所以呢会请你的室友们，先面壁，有的蹲，有的跪，有的怎么做你就是你不要靠近门，有的面向你要，而且不要面向门的方向。然后比如说我要叫某某某几号，通常是用号次来叫了比如说1、2、3来那个要出庭了然后呢他就准备一下东西嘛，好那个其他人面壁就面着，然后呢门打开人出来关回去，然后其他人就恢复。OK 柯文哲的说法是说，哎呀。好像还要回避他的呢，没有是朝廷钦差要犯，这个是 SOP 啦。如果我觉得柯主席也可以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就是监所里面的一个 SOP， 不是他而已。就是别人如果要去开庭，他也要面壁。任何有室友要在里面，其他人要出来的时候，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啦。我觉得这个不用去好像讲着自己好像很特别的待遇，没有这个没有特别待遇。OK， 然后再来他里面讲到一个说他在里面看到所谓的底层。他说呢，他9个目前换了9个室友嘛，那其中有3个里面所谓的钱卡1毛钱都没有。其实那个比较有点像我们的所谓银行存折的那个概念，就是说你入所的时候，你的保管金，监所你所有的你身上不会有现金啦，所以你身上的所有钱都会存在一个所谓的钱卡，就是类似存折的概念。那你的亲友们也可以到会客室去寄钱，所以那时候这个陈佩琪也有去寄钱或干嘛的。那他就想说，有3个从头到尾1毛钱都没有，那1毛钱都没有，你关在里面会怎么样吗？不会怎么样，因为你吃的对都是国家的只是你没有额外的消费，比如说棉被拍谁你没有办法自己买，你就只能用公家发的，你这个什么内衣裤啊什么的拍谁，你就只能穿你原本进去的那一套，你就没有多的可以换所以就是说。某种程度，监所里面也还是有一点这个资本社会的，就是说，如果你相对环境比较好的，像以前我们有这个监所常有那种就是大哥级的他就是反正外面会寄钱嘛，他就是比如说一个社房里面，他老大哥他就是每次寄钱来，我请大家吃什么泡面零食点心，整个社房就叫他大哥，当然就是这样嘛。所以我说像这样子，其实某种是人情世故，但对柯文哲来讲，我想他可能是理解到说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很多人关了1年都连1毛钱都寄不进来的这种还真的有所以当然我觉得柯文哲主席透过这样的一个历练，也许他出了交保，未来有机会交保之后，也许他可以，因为说实在的，交保之后也不宜这个啪照了，也不太可能短时间内就安排一堆什么公开行程，那通常可能就是说要花很多时间在准备他的这个官司或者当然。也许他有时间就可以写一写他在这个就比照陈水扁前总统有没有什么3坪的什么总统府或市长室类似这种的模式或主席办公室用他的这个模式，这个是所谓监所生态的部分。那但是我必须说，每一个人在监所里面，我今天看到的阿北在法庭上的那个表现是没变他没有变。你说跟以前的柯文哲，跟以前的阿北，就是还是那个所谓。讲出来就金句就是你听到你在庭上，我相信那些旁听的人听到你就哇阿北果然还是很强就他的那种风格，我说他的风格没有改变。那我觉得这种风格的没有改变，表示即便他交保，到时候因为就算没有公开活动，他至少例行的庭，不管是1审庭还是2审庭，他要出现的时候，就不会像现在是囚车进囚车出嘛。如果他交保了。进出法院，媒体会堵当然旁边是律师嘛，然后媒体堵，他要不要面对媒体的回应？他会不会又现在是法庭给你公开陈述，你只有在法庭上旁听的人听得到，跟法官、检察官听得到，那到时候就是对着全国的，甚至是网络直播了。如果交保之后，就会多了一个这个环节。我想这个环节才会是后续所谓政治效应，比如说因为媒体去问，不会在那边问你案情啦。
他问的一定是国内政治的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啊，国庆日啊，你有没有看啊，或什么什么之类的。蓝白合的时候啊，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些啊，甚至国民党主席要选了，你觉得谁比较适合蓝白？哇，这些议题一出来，柯文哲的政治影响力，刚这个小虎哥讲了嘛，每压一天，他的政治影响力其实是增加的。那他的政治影响在交保后反而会扩到更大，这个极大化，而这一块才会是后来影响所谓，甚至是我觉得对执政党影响力有限，但是对在野阵营的那个化学变化就会很有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最近这个那个黄国昌主席不是要提他们民众党团要在立法院提修法刑事诉讼法，刑诉法那个什么勾串这个什么要删掉，收押要把它删掉的。国民党内有不同的意见啊，就像这个吴宗宪委员，他是检察官出身，他觉得这是检察官的武器，那这个武器他也不认同可以滥用，可是呢，你也不应该直接就一夜废食，全部拿掉。那到时候，比如说，如果柯文哲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假设他交保了，有一天那个时候立法院刚好在初审这个法案，然后刚好被问到这一题，因为很多人都说这是为了柯文哲修法。那柯主席的态度，会不会影响后续国民党团内的这种态度？所以我说这里面一环扣着一环，未来柯文哲交保以后，我不认为交保以后，民众党跟国民党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子，没有。未来可能有很多就是更多的变数。而以现阶段，甚至包括他讲，我觉得有几句话是有一点叫做，我觉得有点猎奇吗？猎奇。比如说他说裴伟应该被羁押。他说这个媒体勾结司法应该，我说这个已经到了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当然他也许觉得他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但是这个在一般的所谓的民主社会里面，一个被告去讲说一个媒体的负责人应该被收押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它里面的那种恨意，那个是存在的哦。所以我说像类似这种，他到时候如果他有一天他能够获得所谓的这个叫行动的自由，就是交保，他行动自由的时候。他会用什么方式来说行，或者说来执行他这样的意志？我觉得这个才是后续要观察。杨明刚刚讲的，那如果柯前主席被交保以后，不只是对在野之间，然后真的是幸福快乐的开始吗？还是会开始出现一些的问号？甚或对白营内部，当然一定也有人讲说，那对白营内部柯前主席的影响力一定在。那甚或如果要交保出来以后，影响力会不会变得更大？对黄昌主席，那对整个白营在未来来讲的话，会有什么一些影响？这来伟航，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在看，除了在看法庭的这一段以外，大家在看的就是政治上有哪一些效应。那也有媒体上面直接讲说，因为你今天看到陈佩琪哭，柯文哲哭了，柯文哲在讲那一段的时候，旁听席上面也有一些的哽咽啦，也有一些那个共鸣的那些所有的声音。当然，有些人会用了政治实境秀来形容这样的一个词，你同意吗？这与其说政治实境秀，但我们外面的人看不到，我们看到都是转述嘛哈。那其实我只能说哈，操作柯文哲粉专的人，以及包括像陈志汉他们会出来转述庭内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察觉现场的情绪张力很足，而且他是在这1-2个月以来都非常足我们可以常常看到的一个就是当然也不用管是在谈什么证人接受讯问啦，反正呈现出来的画面就是柯文哲慷慨陈词，陈佩琪低头痛哭，小草时而叫好，时而也配合痛哭，然后黄国昌面色凝重，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组画面。他不断的传达给你，那印象很强烈，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主席精神是不屈的，但有冤屈由夫人呈现出来。那小草是非常重要的后盾，所以小草不能退。那黄国昌主席呢，就是在外面替主席打点了的，这个节奏感都是非常明确的啊。那当然在操作的这个细节，其实我必须说哈，其实陈大家讨论的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再多加赘述了哈。就是其实最近的一些文章其实真的蛮有趣的，就柯文哲写出来，柯文哲脸书不能讲他写就柯文哲脸书所传达出来的柯文哲的意见，因为有时候他明明就没开庭，也会有柯文哲的意见表示，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哈。但根据那个意见表示，他一开始可能他会设定一个他认为的案情的发展模式，比如说有4个被告，他们是被诬赖的、被诬指的，有一个林金龙他很坏，有4个认罪，然后1个证人，然后让他
陷入这个万劫不复，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他把它打掉，这是个正直。然后呢，还包括有下旨，就是裴伟哈，如果换党执政的话，这个要办会称象大白。好，结果彭正声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翻供，他的证词跟起诉书基本上是一样的。之后柯文哲转换了。他转换成文情并发，就是家破人亡啊，我能够体谅你啦哈，就原来对于事实的描述没有了，情感的部分增加。原来对于事实的描述没有了，情感的部分增加。那今天的这一篇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用了蛮多，不管是不是成功了的文学笔法，就是他描述的一个场景，是他期许小草接下来要走这个轴线。那大概从这个彭父没有翻供开始，柯文哲应该就在主打交保路线，他已经不是什么无罪抗辩无罪，他大概知道挂定了，所以他又采取了一个过去很常见的模式，丢问号，包括陈佩琪也丢问号，他犯了什么罪？陈佩琪今天在那个车道外面，北院的车道外面，然后他犯了什么罪？我们讨论那么久了，就是违背职务收贿，不违背职务收贿图利啊，不然就是那个侵占公益款啊什么的，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但他还是在同样讲他犯了什么罪。柯文哲今天第一段也是讲他没有找到什么明明就找到一大堆东西，但他就是不断丢出这些讯息，其实这个是要小草带回去。你继续坚持这样的信念，不要管任何看到的现实。好，那当然了，我们还是把它拉回来，就是这样子的局是谁要的局？是柯文哲要的局。那这个局之所以有帮助，是当柯文哲在里面。如果在最近的1-2个月，柯文哲交保出来之后，他可能不见得会像沈庆京就变得这么安静了。他可能心中有非常多话想说，黄国昌不可能去阻止他。那在当柯文哲要去做出这样子表示的时候，他会不会第一冲击到交保的一些条件？我相信一定还会有，不能接触证人，不能接触被告。但柯文哲就诚如第一次交保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在管。那这边会有延伸性。黄国昌，你是要去配合吗？还是要去限制柯文哲？你限制柯文哲会影响到你的政治权利嘛？所以我认为现在大家都在讲说柯文哲出来，柯文哲即将出来，但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白或甚至是蓝的一个发展的转折点会不会之前大罢免累积那个气势之后会被柯文哲吹奏一池春水？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外面，身上没有背案子，大家讲话都还是非常客客气气，像郝龙斌也会讲客客气气嘛就柯文哲要追求他的司法权利。可是如果柯文哲出来直接吐郝龙斌，就是你在这北极看极光的时候，为什么要讲我那个什么台之光什么这个要怎么办？实质干政国民党10月18号要投票，如果柯文哲10月2号出来讲这种话，就变得影响国民党的选举，不只是民众党的事所以我认为这后面柯文哲一定很清楚，他现在在司法已经没有什么胜算，但是他在政治上还有胜算，所以他会把他政治影响力发挥到最大。医生，这是为什么？当然有人在讲说83年走读的那一块，为什么黄国昌主席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么畸形的演出啦，或什么？一个是因为大家是不是都有意识到柯文哲柯前主席可能交保的时间也快，就刚刚一宇讲的。另外一方面是总是要让所有的民众党，包括让他知道说这个主席是有战功的，是可以带着胜货，会让连蓝营的支持者都觉得说他才是打绿的第一品牌。对，刚才博弈讲一句话，我非常深有所感叫一般民众跟法律的见解是完全不一样。你看我们2个人刚才要举出多少法律的条文里面去辩驳一般民众的见解，这个就是法律跟政治最不一样的地方。法律讲法理情。你有法律的规定，道理上面你到底是善意或恶意，那情感上面你有没有饭后态度良好但是政治上讲到情理法，尤其碰到民众党黄国昌，他根本叫做诉诸感情，不讲道理，无视人间律法，这是民众党现在的操作方式而这样的操作有没有效？非常有效。另外，法院或法官为什么站在不利的立场？因为我们都常常听武哥讲说法庭外不语。我审判完所有的审判，我只在法庭里面讲，你很难去传播到每一个人都知道。
但是呢，民众党操作的是什么？我诉诸感情之后，柯文哲好可怜啊，柯文哲流泪啊。今天所有标题都柯文哲哭了，阿伯哭了。诉诸感情之后，大量的媒体传播，你法院不是吹他的，没法都讲啊，因为法庭外不语嘛。这个就是为什么司法跟所谓的政治操作，有时候政治操作会凌驾在司法之上嘛。一样，黄国昌这个也是政治操作啊。一个法律系康奈尔法学博士，他难道不知道当天所有的行为都违法集会游行法吗？集会游行法就现在就是还是要申请制，而不是报备制嘛。你申请不过，你就是违法的集会游行。违法的集会游行，你现在跟我讲说你勒脖子哦，那跟周董一样哦，只是好朋友。穿上制服的警察就不代表个人，他代表着中华民国的法律。他在执法，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不管是不是勒脖，你现在好像轻松，好像不是勒脖，是你好兄弟啊，改以后压低安呢？不是嘛？他即使不是勒脖，你都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正在执法中的警察嘛？更何况你们在人家头上滚来滚去，他不管啊！我诉诸情感啊，我救阿北无罪啊，我救阿北，我不跟你讲道理啊，我救阿北无视人间律法。而且即使有人间律法，我可以修法。现在要被侦办啊，黄贤、廖贤、何贤，马上他们就要修集邮法啦，不是吗？当初公投没过，他们修公投法，集邮啊，现在违反集会游行法要修集邮法，被关要修刑诉法，不是吗？现在蓝白合他们觉得什么都可以啊，但是台湾要沦为一个只诉诸民众感情而不讲道理、不讲人间律法的国家吗？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嘛。所以黄国昌，我真的劝你，你过去你不要在欧龙写着讲过去所谓的太阳花学运也好，或者是钟嘉宾的案例也好，人家的案例每一个个案都有每个个案的理由。钟嘉宾那个尤家也检是为了要救人，他跟警方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协调，而且也在侦办中嘛。他的行为也是违反集会游行法，也在侦办中。太阳花学运有没有人违反集会游行法？一堆啊，都嘛违反集会游行法，都嘛被侦办。而当初太阳花学运有没有强制执法？有嘛？今天我们怪罪的，为什么警方要对你起诉的原因、侦办的原因是那一天警方是没有强制执法的嘛，才导致大家对于中华民国警察，你穿上这一身制服，在执行中华民国的法律的时候，你的不信任感。如果不做侦办，那我中华民国警察未来要如何去执行中华民国的法律？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嘛。所以我呼吁蓝白，我知道你们很想要蓝白合，很想要拿回政权，但是不要因为拿回政权而破坏了中华民国所有的法律。我也是这整件事情从830年开始，后来延烧出来的，是因为蒋万安是台北市市长，然后包括是治安首长，是那包括延烧出了蒋万安市长，然后被问到讲了一段话，然后包括什么理解啊，类似那些，包括连卓荣泰院长也出来喊了什么朋友的体谅要放在心里什么，然后台北市政府又回击，现在已经延烧到这了。现在大家发现，原来白银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从大罢免就可以知道，白银不管它的支持度还有多少，至少在于重大的选举上，相信都还是有决定性的力量。那蓝营跟白银实际上是从2024的总统大选其实就开始有合作了，就从不管台中还是新北都有一些示范区，在党一直保持很友好的态度，互相能够体谅，互相能够在立法院合作协调，都在做。那你反观民进党的态度是什么？你有没有看一下？从一开始选完到，不管是拜会当时的民众党团的到底是总召要谁，然后民党讲出一堆话来，包括了接下来在立法院所有的法案，包括了柯建铭总召跟黄国昌总召见面，原则上就是喷口水啦，就没有什么别的好说。在野党的团结正常，但是不代表执政党跟在野党不能够合作。民党现在的路走到现在，变成只能靠自己单打独斗，甚至是什么都会，还来讲说在野党未来的合作可能会有问题。这些情况，这些所谓窘境，是你民党自己造成的。民党之前如果能够就事论事，好好的法案大家来沟通来讨论的话，不要搞出什么大罢免。现在你觉得在野党蓝白会这么合作吗？不会嘛。所以民党现在的状况就是，他以前一直认为他可以独大，他可以跟蔡英文时代一样，不管是中央、地方、立法院，全部一把抓。这种错误的想法一直延伸到赖清德当完总统之后，还是一样的想法，而民众告诉你是错误的。所以对于国民党态度，我觉得非常单纯。先讲那个所谓走读事件，我真的要呼吁，
白银的好朋友们，千万不要有任何过激的行为，因为发生了受伤，不只是小草受伤，连警方也受伤。相信在活动当中有任何的受伤行为，都不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所乐见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去？包括到现场为什么会爆发那么多的冲突？实际上，就我所了解到，好像是根据合法的范围有认知的落差，到底是200公尺还是600公尺就被挡下来，所以造成现场包括黄国昌主席的不高兴，或者觉得不能够理解。所以这些事情到底对或错，我觉得主席他们就来承担法律的责任。现在不敢说大家讲什么黄嫌什么嫌嘛，对，该要去用法律来审判的就用法律去审判。但是在情感上面，包括很多民众的观感上面，你相对而言，不管是台北市政府，包括了赖政府，你要不要来照顾？我觉得非常重要嘛。蒋万市长就讲了，就是依法就处理嘛。那现在该去提告的也去提告，该要接下来上法院的也都去上法院。可对于民进党未来到底怎么样让整个国家能够步入正轨，这才是在野党，才是全国的民众所期待的东西嘛。可惜的是，到现在，你赖政府到底提出了什么方案？包括人说赖政府跟议员委员，包括民党的委员吃饭了，也讲出什么样民生为主、什么经济为主等等的。拜托，你执政1年多，你到现在才知道要以民生为主啊？那你前1年在干什么？这些事情才是民众对于绿营现在最大的质疑跟不信任嘛。所以蓝营跟白营接下来该怎么合作？我觉得未来的党主席一定会好好的沟通，因为国民党党主席10月份就会出来了嘛。那柯文哲前主席出来之后，会不会让现在在党的合作出现状况？那我觉得之后出来大家再来沟通协调。但是与其这么多的政治算计，我们拜托，接下来新的会期也开始了立法院。民进党包括了卓荣泰院长，能够好好的跟在野党坐下来沟通协调，不要再只用抗争，只会用杯葛，只会用反对的方式来让整个国家包括议程无法进行，这些东西才不是民众想看到的结果。议员有没有听到那个黄国昌主席，因为他也是总召嘛，他碰到柯建铭总召的时候讲830这一次，你有没有听到他讲说，他们这次其实很温柔，他说你们以前用汽油弹他都没有。他说他们是非常温柔的这一次，而从这一次830的走出，从蒋万安市长的回应，刚才博弈也讲了，蓝白合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过程当中，即便要依法处理，但是也要去理解人家过程当中为什么会走上去。所以看起来，如果连830这样的话，未来蓝白合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黄国昌去讲哦，过去民进党在抗争的时候，我觉得他用一个很简单的言论，把民进党在面对从威权时代，甚至到太阳花时代，走上街头，然后当然有大大小小的抗争，包括以前有所谓的学运啊，甚至农民运动，都是有抗争。但是面对抗争的结果，很多人也因此走上官司，有官司，甚至有的还甚至有被执行。很多人也因此走上官司，有官司，甚至有的还甚至有被执行，这是民进党很多人都面对过。所以这是在过去在面对威权，那甚至在说面对当权者的时候，你既然要去做一些集会游行，你一定要面对。所以我当年我记得我有在凯道发动了一些抗争行动，我跟王定宇委员，后来我们也被起诉，然后我们也到了1审。我们也走到了2审的程序，把它走完。虽然后来是判我们无罪，但是整个审理程序也是拖了3年多。所以还是有面对这样的一个司法程序。所以这个是说，在现行的一个法律制度下，你不管你要采取怎样对政府的不满，你可以走上街头，但是当你逾越了那一条线的时候，总是会有一套的法律的一个过程，那你得去解释，那看你会遇到法官是否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抗争。所以大家在抗争的时候，还是会保持一个最基本的红线，就是我们至少不要去攻击像类似警察或者是在法院的那一些执勤的一个人员，就是说他们虽然说为了他们在工作的岗位上，他们会跟你站在对立的一面，但是呢，他们是为了是这是因为慷慨，不是他的个人，所以你去就他个人在做攻击的时候，你会受到社会很大的责难。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说，当黄国昌在面对社会在责难说啊，你想要打这个警察啊，你要手完那抓他铐起来，你打铐这个起来，基本上那个画面就知道了，你对他施展了一些武力，你等下动，你后有我受到了拘束力，既然按那话，你当然第一社会，但你没第二，这可能就有司法问题了。结果你看到。很夸张的是，黄国昌不断去强调说，他没有，他去做的说，他没有对他施加武力，他只是这样靠着啊，甚至比较扯的是，竟然还有人，这不知道是谁，结果去把他用 AI 图去把他做出这个警察是在微笑的一个画面，然后也有小草把这样的画面把它传送了出去，然后甚至跟人家 argue 说，你看人家那个警察也没有那么的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些状况不好，但是当然最后这个警察他自己的状况是怎样，他自己会去讲。所以我是觉得啦，我们民进党不用在黄国昌跟警察就是那天走读事件发生的插曲，我是觉得我们也不用再进一步的去讲太多话啦我干嘛说民进党整理在这个时候，尤其是在内政部啦或者警政署不用去讲，因为否认让民众党上街头的是台北市政府，因为他们申请程序没有过，是台北市政府。那现在在台北市的警察跟黄国昌主席带领的走读活动发生了这样的冲突，台北市政府至少你要自己去捍卫你们自己台北市政府警察的权利吧。这个是我干嘛一奈去做OK 如果蒋万安在这一块想要弃守，就是因为蓝白合的这一个大前提之下，他不想去破坏了双方的和谐，那蓝马爱尊重，他愿选择放弃。但是基层的警察会怎么想，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们民党没有在这个不必要在这个时候为了攻击黄国昌而硬要去把台北市政府应该要扛的责任，我们又去把它吸收过来。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杨明，你只要从包括这次830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回应，今天郝龙斌，因为媒体上如果照一般的氛围，他可能会进入国民党党主席，而进入国民党党主席里面，蓝白合这个议题，今天已经有所谓的什么中部人士，然后讲说，那如果你当的话，蓝白之间会不会？郝龙斌一定也知道这件事，所以今天他也出来帮柯文哲讲话。只是我刚讲，因为他讲的就是说，你不能破坏司法的独立，你要让他公平接受审判，但是他不会说清清白白。可是这某种程度还算是声援，所以光从这里面，你刚才前面有讲，如果要是柯前主席要是真的交保以后，对蓝白阵营是幸福快乐的开始，还是会有一些的问号，不一定。但你从这几个氛围里面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对蓝营现在来讲，经过2024，经过了726、823，白银多重要啊！所以在未来一定就是这个样啊。对啊，理论上那个胜利方程式就是蓝加白大于绿，是理论上是这样，这叫理论值。但是蓝能不能顺利加上白，这件事情本身能不能成立，就是一个关键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要劝进卢秀燕市长的原因。我的了解是这样啦，就是郝龙斌市长他要不要选主席这件事情他其实因为这个传了一段时间了，那这个有一些。因为最近比较被讲说跟卢秀燕有默契，是因为他们9月1号同一天发了跟这个吴伯雄先生的合照，所以被认为说是隔空唱和就是说这个助攻。但我的了解是，其实包括白营内，有民众党的立委都透过管道去跟国民党的这些所谓的高层大佬大佬去传达说。所谓的不应该让郝龙斌出来选的想法，他说他们可能会压不住小草里面的这种怨恨，他们是有表达这个那个叫疑问这样的一个疑问。那蓝军里面当然里面有不同的声音，但卢阵营目前看起来好像对郝是不排斥，那我听到说赞成郝出来选的一个论述是这样。他们认为说，今天不管谁都要面对蓝白合这个问题。如果郝龙斌他正式参选，宣布参选以后，因为10月18号投票嘛，那到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什么电视辩论或什么，他就可以把他对蓝白合作的态度讲清楚。他说这一块有没有办法说服民众党，那就由郝龙斌来决定。就是说
对蓝白合持乐观是说，他们认为基层的蓝白合的这个声量可以让上面的人去在这个议题里面，包括像今天这个郝龙斌先生他发的文，对，都是就从去年他讲金华城啊，讲这些台之光啊是比较硬的，可是这个时候突然他好像看起来比较走软调性。可是你说这样就可以化解吗？当然，这就是卓博远会出来开记者会说什么蓝白不会好嘛，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蓝营要面对的，所以白营也都已经传达了这样的一个疑虑。那蓝营内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一个新闻讲说，朱立伦主席希望卢秀燕再考虑一下。卢秀燕市长现在众望所归者，已经快要变诸葛亮了嘛。要三顾嘛，要几顾。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为什么大家都不放心？包括连柯志恩委员也讲说，看起来目前虽然有9条好汉要这个参选当主席，但是目前没有一个看起来可以全面的让国民党内服气的。那我想，这个当然是国民党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可是这个人选，那一个人选，到底是谁适合？那如果郝龙斌他表态了之后，有没有办法化解这个疑虑？我想这就是接下来或者说应该说蓝营的支持者可能会关注，还有白营的支持者也会去思考的。但小玉，有人的解读就讲说，那蓝营虽然理论上远大于白营，但是因为你太需要人家，所以某种程度就会被拉着牵着鼻子一直走。到底是蓝白合还是白蓝合？有人是用这样一些解读，因为从最近来讲的话，从不管胜利方程式，它就会变成这样，或是就连830这一次，你看到830走卒这一次，对，有人跳什么波浪舞啊或者什么，在媒体上，我们的节目来宾也有人讲说，其实有很多可能是在未来要参选。今天媒体上不是民众党来讲说他们在可能这个月底会公布的一些，有人讲说那些是不是未来就是因为好了。总是要能够亮相，要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要表现出他也是敢冲敢什么的。现在就变成这样，那对国民党呢？国民党就好，一切配合吗？我先从国民党主席开始讲起哦。就今天有一个最新的变数哦，就是朱立伦主席在我们录影的时候呢，他去颁了中评委的这个证书啊，给了赵少康跟管中闵哦。这个就是要给他们，因为中评委基本上是有参选党主席的资格，对，就是中评委跟这个中央委员嘛，对，好，那他颁了给这2个人，那后来又有媒体解读说，原来那一天这个赖士葆啊意有所指，说有更大咖出来，他说不是指郝龙斌，是指的是这个赵少康，可是这个蛮妙的，因为赵少康大家知道他现在还有媒体人的一个身份，那如果说你不能正媒两气的话，他去做党主席，哇，那他的这个整个他的这个战情室不是就要先暂停，对啊，对规定的，一定呢，是啊，是。他那时候选副总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是不是吗？可是他暂停4年对啊，即便他刚刚给卢秀燕，他也要2年啊。对啊，这个美和啦。最近很多媒体人都暂停了，徐国勇也暂停了。那美和啊，对啊，这是他自己的考量了哈。只是说这蛮妙的，可是你看他颁了给这个赵少康，又给了管中闵，但是他独独就没有颁给罗智强对，那我昨天有厘清一件，就是说罗智强即便拿到了指定中常委，中常委现在也没给他他还是没有办法选啊，因为你不符合中央委员跟这个中评委的身份啊，所以罗智强不能选所以阿姨的匹配格下，要搬随时都可以搬，好吧，不急。要搬的话，随时都可以搬，如果真的要搬的话，对，不搬的话会鱼死网破，不要让他募款，可能就是有更好的人选啦，我只能这样子评估，就鱼死网破，不会，没有鱼死网破。当然不可讳言，就是白营的意见在这一次国民党选举。似乎真的会扮演一定的角色。那所以嘛，就是看起来今天这个赵少康跟管中闵这件事情，是不是要出来解套这件事？可是如果你颁给赵少康，其实赵少康当时在蓝白合的时候，他跟那个侯友宜也是受害者啊。对啊，所以我会觉得是说，那这个赵少康他不会去帮侯友宜出气吗？那赵少康出去就可以解决蓝白合的问题吗？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疑问了哈。那回过头来，刚刚又讲到说黄国昌他们民众党今天有个独家啦，就说什么他们会在这个月底会率先公布什么新北市议员的2026不一定新北市议员啦，2026这个议员的参选啦哈。那大概不排除说有4大金钗，就是黄国昌那个4大主任嘛哈。那我有几个看点，第一个是说他们自己可能会先内讧，因为他4大金钗里面呢有
有包括一个三卢的，那是他自己的主任，叫做周小云。可是三卢这边本来就有一个李友仪啊，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当时李友仪还是一个蓝白的成功示范区去对决这个李坤城嘛。后来当然他还是输，可是他得票还不错哦。那你已经有一个现成的人，他在那边耕耘，而且他也一直在那边挥手说他要选的状况之下，那你舍弃了李友仪，而且李友仪现在还是民众党的发言人，那你去提一个你自己的4大金钗自己的主任，那你里面不是要先相杀，要会有内讧吗？那再来就是说你自己率先公布啊，你自己先公布是我们现在不是先站位先赢啊，你不是说要蓝白合吗？啊，你完全都不用去顾虑这个国民党的观感嘛，你都不用去跟国民党协调，你就自己先提了三卢、中和、细金、板桥。那这些你确定国民党都不用提人，都有康吗？有康吗？不会让就正常选啊。如果我还希望民众党多提2席了，选议员方式不太一样，选议员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不会管他。你以为只会调民众党哦，搞不好都会拉到国民党的票。那请他们多提，他们试试看，就知道结果。没错，就试试看嘛。那最后啦，我就觉得说他们自己不管是怎么提，可是我觉得这4大金钗起手式并不好，因为他们4大金钗是去踩着，不一定4个人啦，但是我知道至少有其中1、2个啦，他是踩着这个警察的头跟他的肩膀，是人体造浪，就其中有。至少我知道有1个嘛，那你说这样子他还要选吗？如果要是我是对手，然后我马上就攻击他说，一席他踩在警察的头上跟肩膀上，就在那边求你觉得这样子大家的观感你还选得上吗？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起手式这些问题都还蛮多的。可是如果讲说最近一连串的这些事情，包括柯文哲前主席今天的这个家庭，这个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尽快交保，类似这些，但我想请问一下，四杀猫为什么这么关心黄国昌？一生监督你一人啊！对啊，为什么这么关心黄国昌？他现在弄完那个什么，是不是？对，弄完是不是美国爸爸这些问题，他又开始在问车。我念讲，他的重点应该不会只是车吧？现在四杀猫为什么冒出来呢？因为前一阵子突然有人去引他去年挖出来的有关于美国小孩的一些资讯啊，就美国人的爸爸资讯，那时候没有讲很明，也没有烧起来。但最近呢，因为就是有黄国昌参选新北市，所以之前才会有所谓美国爸爸的争议啦，然后才会有所谓的是不是还有在美资产，有人就丢嘛，他做美国爸爸有没有在美资产？那四超猫其实他之前也有查过谁呢？李彦秀在美国的车，他们已经查到有经验了，所以他讲用同样的联想方法，他去查一样是财产申报未申报，所以他就查到黄国昌在美国车。当然，这个美国车是10几年前可能已经送回台湾，但如果你什么事情呢？我们跳出法律层面，我们回归政治思考的时候，现在大家都是兄弟一场的时候，这些事情不会成为梗。但有一天，白银内部发生斗争，比如说科黄之间发生分裂，美国资产、美国人爸爸会不会变成梗？蓝白终须一战，开始在新北进行初选的时候。这些东西会不会又被再出挖出来，用网军去释放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觉得蓝白进入空前的这个哇，都完美的甜美的一个时期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缝开始出现的时候。有时候这些缝啊，其实就像四超猫那些资料一开始被挖出来，我个人觉得应该不见得是绿营，因为绿营在大罢免之后军心涣散了，根本没有空去做这种事情。而那个时候跟黄国昌在吵的，就只有在新北要比民调的状况啊。所以到底是什么人会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射出暗箭？我们可能觉得啦，黄国昌还是应该要认清他自己眼前这半年啊，接下来半年他真正的敌人是谁 ？OK， 当我们在关注国内的政治的时候，当然其实你也一定会关心到，因为昨天老共举行了93阅兵，那全球大家也会在乎，那才知道原来这些高层领导人真的对长生不老这件事，真的是蛮在乎的。OK， 但除了在乎这件事，医生，我先问一下。我这2天看所有的那个网络上的资料，他们的武器，你看了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比光还要快4倍，这是什么概念啦？比光还要快4倍就是不可能啊，不然的话我们就可以回到未来了，是吧？为什么会传这个东西，还传的感觉上传的跟真的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雷射武器啊，但是雷射武器有一个缺点就是极耗电，所以如果极耗电的时候，电力供应不足的时候，其实它的比传统的这些武器虽然会比较精准，虽然会比较省钱，因为传统的武器其实一打上去1颗几千万就不见了嘛，那我光速一打出去，可能只有花电费而已，但是重点是要电力充足，所以为什么连美国也在发展这种所谓的光速武器？但是原因都
是在于说，那你要有充沛的电力，而所有的传统载具，不管是在船舰上或者飞机上面，你有没有那么足够的电力可以做这种所谓的雷射光武器啊？包含美国的核动力潜舰、核动力、核子动力，他们都不敢所谓的雷射武器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会耗非常多的这些动能。如果没有这么多的电能的话，这些武器其实是无效的哦。如果没有这么多的电能的话，这些武器其实是无效的哦，所以才传出说比光速快4倍，其实是等于光速而已啦。雷射光也不会比光速更快哦，所以。这代表什么？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中美对抗，其实他们也非常关注的。中国这次秀肌肉到底秀了什么肌肉啊？秀了什么肌肉？当然五角大厦最关系啦。所以订单飞暴增啊！晚上9点的时候，你看晚上9点的时候订披萨，达美乐披萨跟这个棒约翰披萨这2个披萨订单爆满啊！这大概都是我们外送员送的，因为美国的晚上9点大概没什么东西吃啊，只能吃披萨。那吃披萨，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当然是关注你秀的相关的肌肉。当然，我们这种夸张的雷射武器先不用讲，但是这种所谓的新形态的陆海空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也就是说所谓的导弹的这个部分，他们展示的不只是陆基的导弹，还包含空射的轰炸机所谓的导弹，还有所谓潜射的导弹。这所谓的3位一体的陆海空的核打击能力，但如果中共拥有足够的核打击能力，其实威逼到美国本土嘛。如果可以直接威逼美国本土所谓的第一岛链的防御价值在哪里，就会逼着美国去思考所谓的第一岛链的防御价值，当然会对于台湾非常的不利啦。所以他为什么要去秀出这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就是威逼美国说太平洋很宽啊，容得下2个国家啊，所以你不要跟我讲你用第一岛链要威慑我嘛。这是第一点，他们闪出了这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另外，他们在大秀肌肉之后，胡锡进竟然又说最该清醒的是民进党当局啊！所以我们当然让那个美国的相关的军事参议员来做所谓的国防预算，也包含国民党的委员都可以参与 AIT 相关的一个国防预算。美国跟台湾的美台和安全协议的相关的一些进度，预算都必须经过立法院嘛。这个东西就是要加强战备嘛，加强战备，让你不可以打台湾嘛，这些才是我们防御最重要的地点。但是我还是要说，国民党最不应该去的那个人叫做洪秀柱，不只是他之前反对连战参加过所谓的93的这个阅兵的仪式，而且国民党最该谴责的就是中共在93的时候进行阅兵。为什么？93是什么日子？93是对日所谓的作战，我们宣称中华民国胜利嘛。而对日作战，我说真的啦，中共叫做1分抗日，2分对付你们国民党，7分壮大自己，壮大完自己之后，对日抗战完，中国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赶来台湾嘛。中国国民党军事有这么弱吗？没有，因为对日抗战的时候，他们消耗了非常多的军力，所以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们变成败走台湾嘛。所以最不该在这个日子去参与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阅兵游行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国民党他们在官方上面还是不肯去谴责中共进行了这场的游行，不敢去谴责洪秀柱去参与了这场游行。小玉，我看原来普丁跟习近平他们这么关心长生不老。我认为就是说，刚刚义山哥讲的很多厉害的武器，可怕的不是武器，可怕是使用这些武器的人。那你看这个普丁跟金正恩跟习近平啦，他知道说全世界的镜头都在对准他们。那即便没有翻译，但我认为就是大家现在都已经习惯去看他那个嘴型大概在讲什么。那你就觉得说，我觉得他以调够矣了。他在镜头的前面，他不去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发展经济我们要怎么样这个粮食什么，他不去讲这个他就偏偏去讲那个器官移植的这些事情他讲说他说这个普京是先讲说生技不断的发展，人类器官不断的移植，所以呢您会越活越年轻，甚至还可以长生不老那个川普就那个习近平就回他说这个很难预测本世纪甚至可能可以活到150岁。他们2个交谈是在谈这件事那我觉得令人毛骨悚然是说，这3个人其实都有一个特点，这3个人都是身体不好，被
被外界讲到身体不好。你还记得吗？那个普丁当时被讲到那个乌克兰战争的乌俄战争，从脑癌啊一路讲到心脏病啊，讲到被 kill 啊，起码够瓦跳跳啊这样。那习近平也是嘛，3不5时就是什么北戴河会议缺席啊，没参加，就说他心脏病啊什么的，那也是好好的啊。那个金正恩不是就胖胖的嘛，对啊哈。讲到金正恩还有一个题外话，大家本来以为说他那个粪便啊，就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这已经更夸张了哈。那现在更夸张的是说，他这个手啊，只要摸过啊，他的那个水户马上就来擦一擦，担心你有他的指纹，然后什么用到什么去查他 DNA， 已经查到这种地步嘞。所以这3个都是独裁领导人，然后他们本来被外界都讲到那种身体很不好，没想到3个都瓦跳跳啊，所以这很恐怖。那最后要讲了就说。他们现在真的是在追求我觉得这3个都是独裁国家，然后人啊不知不觉就会不知道不见啊，不见你还找不到啊，这个器官的我们从什么法轮功，在我们在抗议的时候都会，我觉得讲到都会毛骨悚然。但是我觉得很可悲的是他们在大谈这种器官移植啊，就好像似乎把人的这些器官当成零件一样。我们器官只有一个就是你心脏不见，你不会再长回来的所以他们就是好像。就讲的那种，就是为了追求长生不老，或者你可以追求到150岁，把这个人体器官当做零件在那边可以汰换的。那你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我觉得就是说想到就会毛骨悚然。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就民主国家跟这个集权国家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最后啦，我觉得川普看到的是说，你们3个要集合要来对抗我美国。对啊。可是我觉得川普你要更担心的是，他们可能都活得比你久因为很多人就开始，就是美国媒体拍到这个川普的手嘛就说他大面积的 OK。什么的，就说他有什么慢性静脉功能不全这当然就是说人老化之后，你就有这个血管弹性疲乏，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你看他们你的对手都在追求长生不老，甚至在追求要活超过150岁所以就是乌龟比命长。我觉得他应该要关心的是这个吧。OK， 但是你说这一次既然讲到川普这一块，亚明今天的这个讯息，所以关税从4月玩到现在。大家原来中间都是白走一遭嘛，因为现在川普他很关，因为美国法院裁定说有违法，川普现在急着叫最高法院赶快裁，要不然的话全部都重来一次，就是大家当作没发生过。可是这个过程，当川普用这样的方式几乎是无差别，跟所有的盟友也这样谈关税的时候，我记得是《纽时报》有一篇报道讲说，川普他几个月以内把美国80年来跟所有的盟友之间建立的关系。一次全部打烂，甚或你看这次印度大拉拉去参加，包括上合会，然后包括过程当中，然后他们讲说你把中俄朝鲜再一次推到同一个地方去，所以对川普来讲，那现在呢，你当看老共他们阅兵，然后这3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有人就说全世界大家也会捏一把冷汗啊。没有错，其实最近我觉得川普的情绪不是很稳定那当然 CNN 开始见缝插针了CNN 终于给他抓到，他说是你呀，是你去乱制裁、乱动这个关税帮了习近平，让中俄再次伟大CNN 当然跟川普是死对头但是呢，他这一次就等于是捡到枪你看直接对付你说是你自己造成的，不是习近平怎么多厉害，普丁多厉害。是你让他们合在一起的为什么 CNN 这样说？因为当然第一个所谓的对等关税，比如说印度，印度不只是印巴冲突，这个川普他去跟印度的总理说，你帮我报一个推荐一下诺贝尔和平奖，不只是这件事，包括给印度的这个惩罚性的关税，都让印度跳脚嘛，所以印度居然能够跟这个中国大陆再一次。重修旧好，对，其实这是非常难得，因为莫迪很久没有去中国大陆，这一次上合会他去了，那在这一次川普的这个所谓对等关税里面，不只是，当然你说像普丁本来就不在这个跟这个对等关税没有什么关系啦，但是他跟金正恩，他们两个等于是某种程度在乌俄在这个战事里面，他们是伙伴关系啦。那这时候习近平扮演了一个把跟美国对立面的全部整队的那种角色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美国 CNN 他们这时候就说，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的这种交易式的外交导致了美国在这个所谓世界秩序里面居于弱势，所以用了那个
NAGA MAGA 这个所谓来讽刺说你没有让美国再次伟大，你是让中国、俄国再次伟大哦。那当然，我觉得对川普来讲，他们现在自己内部反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对等关税这个问题啦。哦，他这个联邦上诉法院上个礼拜宣告说，拍谁这个我们认定你这个没有这个权限，总统没有这个权限可以去用所谓的对等关税去加税然后呢，那当然这个还要等下个月啦还有一段时间要做所谓的上诉嘛，因为现在联邦政府等于要上诉要去处理希望最高法院，所以川普现在说我无所不用其极，否则我这半年应该4月到现在9月5个月等于是前功尽弃我的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梦想就没了所以对川普来讲，他现阶段他强调他绝对不能够接受这个所谓对等关税武器被法院给卡住那可是呢，其实在以目前美国自己内部的研判啦是认为说其实因为最高法院共和党提名的法官数量比较多所以可能对这个川普是比较有利一点。那至于那个诺贝尔的这个经济奖这个克鲁曼得主他讲说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就回到4月1号是啊，对啊，就我们愚人节就过了比较久一点嘛，过了5个月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对川普来讲，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讲他不是，就算即便到时候真的被这个法院宣告你的对等关税无效，川普都还有另外一个武器是什么？就是232条款这个232条款并没有被宣告，在这一次的违法的这个宣告里面并没有被宣告。也就是说，如果你把更多的行业领域的税率把它定义在所谓的国安产业的时候，川普还是可以用他的手段去达成他要的目标。OK。国安产业的时候，川普还是可以用他的手段去达成他要的目标。OK， 赖伟航，请问一下，我们的海鲲号，大家这几天大家看到媒体上报道，我们的海鲲号现在的进度怎么样？好，那这几天海鲲号它进行干雾了去做一些检查，然后注水之后会再去出去进行这个海测。那到底要测什么项目呢？当然预先是不会给特别明讲，不过现在推测就是应该会在潜水进行潜航，就真的要潜下去试看看。那这当然还是属于比较初步的阶段，依照时间序应该是来不及在年底去完成预定的什么交件的进度了因为它潜航之后还要深潜还有各式的测试它都要去拉时间。如果发现有问题回来还要再进干雾再去修整，目标当然是能够及早交件，但重点还是第一安全，第二确定能用嘛总要打一些武器出去打看看真的能打吧，不然就只是开出去开回来而已用意不明嘛好，所以我们这海鲲号的原型舰，它实际上要承担非常多测试任务，不只是它本身要测到好，还可能还去测试一下不同状况、不同情境下，所以整体时程势必会往后拖。不过就在这个测试的时间点，许多的军事迷在港边意外发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我们的无人船就像无人机的海上的无人机，它叫做奋进魔鬼鱼号，那是我们的台船开发出来的但重点在于之前他有过一个争议，就是是不是抄美国人的船型了但是后来那个制作方他出来证实，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自己研发，因为我们台湾的海象比较恶劣所以它这个三体的船这个某种程度上比较适合台海的这个运作。然后这次出来呢，看起来是已经能够实际运作的状况，它就在港边进行巡弋。那当然我们不太确定它在港边巡弋的目标是什么，是要去侦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跑进来吗？会不会有对手的这个其他的无人船也跑进来，或者是有其他的侦测设备？因为我们不太清楚它上面承载的功能到底有哪些，它上面的仪器呢，目前都还是军事机密了好，讲到这边呢，当然海鲲号在实际测试不过最近大家有在讨论几个跟军事相关的议题，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的知名厂牌乖乖，它最近跟国防部联名了乖乖跟国防部联名，它不是推我们常见的不是常用的绿色款它是推土黄色款的。那它总共推了5款，但是这一款呢是跟美国的飞虎队的形象做结合。要注意，这是国防部与乖乖的合作案。
那 AIT 特别转发，因为这是曾经飞虎队的这个一名队员赛门的这个身影，那特别还邀请到赛门的儿子后代出来讲一些话，这样子哈。那这样子的这个操作，当然是想要去宣传国际合作， 台美合作愉快，在93军人节的这个时间点，由美方来释出这个象征意义比较浓厚，这个比较正面温馨啊。那这边下面我们会看到，最近有引起一个讨论，今天呢，这个相关部会有出来做回应，就是美国智库指出在我们的东沙的四周已经有大量的阿共的这个探油船、探勘船，甚至还有一些这个直接都可以抽油的设备，就在我们附近运动。那这些运动的过程，我们之前所有的媒体甚至军方都没有主动公布。那经由美国智库公布之后呢，今天政府单位也做出回应啦。就还有一位现在目前是不予置评啦，因为他说涉及太多部会了。就是因为我要强调，东沙距离我们台湾也有400多公里。那现在他们的专油平台的位置是在我们的24海里的海域之外，将近50公里外的地方。虽然是在我们的经济海域，而且不确定有没有石油，他就是说我在那边钻石油啦，用钻石油的名义。那美方的建议呢，我们台湾还是要去做一些反应啦，像越南就跑到他那边去钻嘛，越南他就会有反应，就可以把他赶走。那我们要不要强势表态呢？这就可能会牵涉到底要不要我们要主动出去执法，是海巡执法吗？还是海军过去？它的这冲突的意味会完全不一样，因为那边离台湾真的非常远，所以它的后续发展会怎么样？这会不会上升成为一个新的两岸冲突的议题？因为过去东沙都是我们在兵推的时候会出现，实务上很少会去带到周遭海域的冲突的。但是既然这个议题，美国的智库已经提醒台湾，你必须要去做出回应。我想赖政府在短时间内势必要针对这个做出一套因应的 SOP。当然你说在老共93阅兵的时候过程当中，刚才易善也有提到，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然后去那个地方去，也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来，两位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朋友各2分钟左右。来，博弈，第一个那个央视，好了，他就是要吃你豆腐嘛。他介绍洪秀柱前主席，他介绍是国民党代表。是，洪秀柱的确当过国民党的主席，这个不用去大家来就是推脱。那他也知道洪秀柱主席他本身就是属于大中国思想，他还是希望两岸能够更多的合作，甚至统一都是一种未来期待的方向。那我们当然就我们国民党的角度而言，绝对是尊重洪秀柱主席他的想法，但是他的想法是否代表现在国民党的政策，包括两岸论述的主轴，我觉得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那当然，洪秀柱主席到了中国大陆被人家放国民党代表，这摆明就是对岸想要利用这些一些手段或者一些文字，想让国民党或者是在台湾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是国民党必须要说明，只要任何没有违法的事情，不管是蓝营的人、绿营的人还是白营的人也好，我们都尊重。但是如果要扯到国民党代表了，就是只想跟对岸统一，只想跟对岸合在一起，那我要跟各位报告，洪秀柱主席的想法跟他的行为，并不代表现在国民党的想法，以及我们现在对于政策的主轴。OK， 来，我想这是93阅兵，共产党在阅兵，这个何其讽刺。绿营的人还是白营的人也好，我们都尊重。但是如果要扯到国民党代表了，就是只想跟对岸统一，只想跟对岸合在一起，那我要跟各位报告，洪秀柱主席的想法跟他的行为，并不代表现在国民党的想法，以及我们现在对于政策的主轴。OK， 来，我想这是93阅兵，共产党在阅兵，这个何其讽刺。共产党当年最大的成绩就是把国民党在中国打败国民党，然后让国民党来台湾。所以国民党在参加93阅兵，当然现在都说洪秀柱不代表国民党，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第二个李德维，他才刚从国民党不分区的立委卸任呢。卸任也还没有2年吧。这个也基本上他也是连战主席的一个重要的心腹，所以他去那到底带不带？甚至你说吴承典、李胜峰。这个也当年都是国民党的立委。那游志斌这个名词很熟吧？
这个前阵子才为了他去立法院，然后在那边在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在录影，然后大家吵成一团。这些都是很熟的名字啊，郭冠英、徐正文。那国民党如果要真的否认说这个九仓阅兵是洪秀柱的个人行为，那也要至少要约束一下你们的卸任立委。这些卸任立委每一个在国民党都有影响力啊，也许很多国民党在选举的时候还要他们去助选，就他们去参加了共产党的阅兵。然后共产党的阅兵对国民党来说，这个应该是最不堪的历史事实。结果你们还去参加阅兵，去等于歌功颂德共产党的兵力强大。那我想到了，最近馆长也在他的直播一直在歌颂共产党兵力强大，然后说中华民国不堪一击。这个对国人来说情何以堪啊？来，我想里面要么就是新党的同事比较多，然后再来就是之前国民党曾经的前不分区立法委员，我就说前了，他现在原则上就是他代表他个人，可能跟两岸有什么关系，或者他自己本身什么交往去，硬要说国民党要限缩，我讲难听点啊，国民党限缩自己的现在的立法委员，或者是限制国民党自己的党公职，我觉得合理，也应该。但现在这些人原则上都不是国民党现任的党公职了，我国民党要拿什么名义来限制他？我觉得这种要求，我觉得就太广泛了啦。你民党很多卸任的人也到对岸去做生意，包括了现在态度也变得跟中国大陆很好，那你们民党是不是要谴责他呢？我觉得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啦。有没有违法？我觉得是来判定的依据。而国民党本身而言，一定是希望我们台湾跟两岸关系能够越来越好。所以，如果国民党有派出任何人到对岸去，一定是正式的往来。OK， 包括党主席、副党主席等等的，都一定是为了两岸能够更加和谐，才会去做某些事情。而这些阅兵的部分，我必须要说，当时抗日最认真的是谁啊？是国民党，好不好？不是共产党，这个国民党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我只能讲，历史大家要去正视它，也拜托赖清德总统也要正视。今年是什么？是80年抗战胜利，但是赖总统怎么说？80年中战胜利。请问一下，对一般民众谁听得懂什么中战啊？什么第2次世界大战中战？讲难听一点，要讲就讲清楚。80年是台湾光复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也希望民进党绿的是能够同样的来正视这段历史。OK， 来，最后1分钟。台湾正式的历史事实上是很多元啦，因为确实中华民国抗日这个没有人去否认，但是中华民国在抗日的那个阶段，台湾还是日本所那个时候是他们统治的时候，所以当时的台湾人的记忆，他们是反而是很多人被日本征召去战争，所以要融合这个不同的一个历史观，才是现在台湾多元的一个文化。那我们不能就是以单一的文化直接抹煞了别人他有亲身经历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民进党是保持的多元开放，然后正视所有不同的历史都在台湾这个岛屿确实发生过。OK， 我补充最后一点，赖清德总统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是啊，没有错啊。中华民国抗日80周年胜利，请赖总统就冠冕上讲中华民国，他可以讲中战胜利，我尊重。在台湾嘛，那台湾有台湾的整个历史，那他也应该要讲，同时都讲中华民国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他都可以讲，但他通通都没讲，他只讲了中战胜利，我觉得不够。我觉得可以讲得更好，也期待我们的执政党能够让我们整个全国的百姓，如同委员讲的一样，更多元化，什么方面都要讲，不要单纯的故意闪避某一些不想提到的话题，不会去闪避来做一个结尾。对民进党来说，过去国民党军跟日本人抗战，我们都承认有这一段啊。国民党军，然后后来被共产党然后打到了台湾，但是在台湾在国民党来之前，我们也有台湾自己的一段历史。这个都是民进党希望大家都要全部正视这些历史。那过去我们受到的很多教育，却都没有少了台湾被日本统治，也就是说甲午战争后把台湾割出去的这段历史，却都不见了。OK， 老共93阅兵在全世界包括武器秀 muscle 这些引起的余波荡漾，未来会是怎么样？但是对国内来讲的话，除了刚才两边所论证这个以外，那今天对于柯文哲前主席来讲的话，所开的这个庭，在未来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获得交保？而交保如果真的获得交保的话，国内政坛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秀明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